今天的欧协联和欧联杯，首先是佛罗伦萨2回合总比分5-4惊险晋级。本来第一回合赢了个3-0，妥妥当当。但是今天第2回合明显轻敌的他们的主教练瓦诺利。刚刚佛罗伦萨联赛才有点起色，结果上半场排出了替补阵容，于是上半场就被对方的雅盖龙队打了个2-0。下半场第49分钟，对方的马祖雷克独中3元，帽子戏法已经3-0啊。双方于是在90分钟总比分战平，进入加时赛。主教练瓦诺利于是在下半场将主力法乔利、小基恩等人尽数换上场，算是整了一出大活。最后加时赛才艰难拿下。加时赛第107分钟，法乔利在弧顶位置凌空抽射，皮球直挂死角。这一脚世界波直接激活了佛罗伦萨的士气。在114分钟，小基恩打门，罗曼丘克自摆卧龙。第118分钟，对方亚盖龙队的伊马兹远射破门，帮助亚盖龙扳回一球。最后的118分钟，对方维塔尔防守犯规，2黄变1红被罚下场。所以现在的佛罗伦萨还得法乔利和小基恩，这俩还是挺稳的。而这位主教练法诺利也许是意甲最差的一个主教练。这个瓦诺利过去长期混迹在意甲的边缘球队，抢救那些濒临降级的球队。如果抢救成功，第2个赛季就能再混混，但几个月不到又会被解雇。如果抢救不成功，就原地爆炸，只能说没有什么水平，算是意甲的老混子。过去瓦诺利带都灵队还曾经一度位居意甲第1，但报销了前场的主力萨帕塔之后，后面都灵队就熄火了。他是在去年的11月份上任，而佛罗伦萨上一个主教练皮奥利可能也是意甲最差的。他本赛季将佛罗伦萨的战绩带得糟透了，但却不愿意辞职，不愿意放弃自己到2028年到期，年薪达到了320万欧元的合同。朋友们，这里是老 K 足球新闻，一个有温度的足球频道。感谢您对我工作的肯定、欣赏、点赞、热推、评论和分享，也谢谢您点一个订阅，这会激励我不断的把视频做得更好。最近是接受了评论区一位朋友的建议，将字体改为了简体，因为他说我转换的繁体字里面错字太多。那么咱们也坚持一段时间看看效果，谢谢。虽说皮奥利过去在 AC 米兰拿到过一个意甲冠军，但当时也是碰到了天时地利人和。那个赛季正值病毒在全球蔓延，所有的比赛都是空场。米兰队内在病毒防控措施方面非常到位，再加上当时的那不勒斯后劲儿不足，国际米兰呢多输一场。而罗马队尤文图斯当时早早掉队，再加上有总监马尔蒂尼几乎每周都会去米兰内诺基地和教练组和球员进行沟通，队里面还有像伊布这样强大的精神加持。还有那一年的 AC 米兰有些年轻球员的态度极为积极，所以拿到了那一次 AC 米兰的意甲冠军之后，皮奥利彻底飘了，再也无法认清自己。于是在米兰后面的赛季就非常不怎么样，再到沙特去当了个主教练，给了他一个航母级的阵容，结果什么冠军都没拿到。这一次带佛罗伦萨带的稀烂，估计以后在意甲也拿不到什么大合同，所以死赖着不走，最后才被解雇。现在佛罗伦萨又选了瓦诺利，嗨，苦啊！目前佛罗伦萨仅仅在意甲排名第16，和降级区的莱切队同积24分。本赛季佛罗伦萨、克雷莫内塞还有莱切到底谁降级，这是一出悬疑剧。而佛罗伦萨25岁的中场球员法乔利，这就是跟托纳利一起陷入了赌球风波，著名的一个赌狗。法乔利和托纳利到底是谁拉谁赌博还说不清楚。一开始是法乔利咬死了说是托纳利拉自己入局，但托纳利方面又极力否认这种说法，而法乔利一直有所隐瞒，而且人品非常糟糕。作为赌狗，他曾经忽悠多名的前队友，还倒卖过劳力士手表。他当时总共向31个人借了 58.7 万欧元，还想用优惠价格购买劳力士手表，再马上用更高的价格转售，甚至还提到了在尤文队友莫拉塔的名字。因为在尤文期间，法乔利和莫拉塔的友谊是众所周知的。另一方面，法乔利的证词中还证实，尤文的弗拉霍维奇曾经给了自己10万欧元，帮助他偿还债务。总之只有25岁的法乔利，这只赌狗的赌博生涯倒是很长，故事非常多，这里就不尽述了。但是在球场上，在目前的这支佛罗伦萨队里面，他还是中场独一无二的核心，并且也是意大利国家队主教练加图索一直重点观察的人之一。另外，佛罗伦萨队内还有过去大巴黎和尤文图斯的莫伊塞吉恩，这位1.83米的前锋出名很早，现在只有25岁。本赛季在意甲，他在佛罗伦萨首发20次，有8个进球1个助攻。小基恩和法乔利现在都是 AC 米兰想购买的目标。
好，今天另外的比赛，斯图加特0-1输给了凯尔特人，但2回合总比分4-2晋级。这场比赛也是相当无聊，就跟勒沃库森一样的剧情。客场拿到了优势，回到主场呢，却不紧不慢的非常保守。今天开场刚刚1分钟就丢球，所以整场比赛踢得也是丢人现眼，非常的紧张。但好在对面呀，凯尔特人的进攻实在是乱作一团，最后也没有什么实质性机会。今天斯图加特的头号球星中场施蒂勒只替补出场打了26分钟。他作为斯图加特的中场核心，本赛季的状态不如上赛季，目前在德甲的排位已经不如过去显眼。过去阿莫林还在曼联的时候曾经关注过他，但现在曼联已经换了主教练，而且施蒂勒的状况如此之差，也不知道今年夏天斯图加特还能不能卖个好价钱。好，另外的比赛，水晶宫2-0 2回合3-1晋级，西甲的塞尔塔1-0 2回合3-1晋级，诺丁汉森林主场输了1-2，但2回合总比分4-2淘汰了费内巴切。博洛尼亚回到主场1-0 2回合总比分2-0晋级。那么2天后，拜仁慕尼黑在德甲将迎来德甲的国家德比，客场对阵多特蒙德。现在拜仁的伊藤洋辉还有金文哉都因伤提前退出了训练。伊藤洋辉是有些肌肉问题，金文哉是因为膝盖疼痛。另外还有奥里塞和帕夫洛维奇也是类似的问题，缺席了周2的训练。这几名球员都有些小伤，但经过精心安排，他们都有可能赶上对多特的比赛。再加上诺伊尔也在全力以赴，他虽然遭遇了左小腿的肌肉纤维撕裂，但有可能会出战多特。拜仁最重要的还是阿方索戴维斯的身体健康，他今天也恢复了跑步训练，迈出了康复过程中的重要一步。在第23轮拜仁3-2战胜法兰克福的比赛中，他在第50分钟伤退，随后被伊藤洋辉换下。而戴维斯属于拜仁慕尼黑的战略资产，所以拜仁不会让他仓促复出。他现在的右大腿后侧肌肉纤维有些撕裂，起码得养一段时间。而转会方面，拜仁已经看上了特温特18岁的小将奈斯塔德。特温特开出的转会要价大约是1000万欧元，而这名小将巴塞罗那也将之视为重要引援目标。此外，甚至切尔西、曼城都会参与竞争。这位18岁的荷兰左中卫身高达到了1.93米，他的力量相当好，传球非常准，空中又具有优势。总体的模板类似于皇马的赫伊森，但是更快，力量更强。目前年仅18岁，已经在荷兰甲级联赛出场了9次。值得注意的是，奈斯塔德在自己的 Instagram 上关注了巴塞罗那官方账号，看来又是个儿萨梦，拜仁这个目标不好抢啊。巴塞罗那方面在1月份已经传出直接派人去了这名荷兰小将家中进行劝说。好，另一方面，拜仁队内租借的雅克松对自己在拜仁的时间太少感到非常不满，预计今年夏天租借合同到期后肯定会返回切尔西。雅克松来了之后实力也就一般，回去就回去吧。OK， 拜仁呀，还有中场球员格雷茨卡已经受到了国际米兰、阿森纳和热刺的关注。近期拜仁已经官方宣布，球队不会和格雷斯卡续约，31岁的老将将在本赛季末离开拜仁。那么西甲方面也有消息，格列兹曼接近离开马德里竞技，告别赛将是西甲第27轮主场对阵皇家社会的比赛。格列兹曼很可能加盟美职联的奥兰多城。这个消息来得非常突然，意思是格列兹曼不会待到本赛季末，而是会中途就走，因为美职联的转会窗口有些不一样嘛。那么3月7日在大都会球场，格列兹曼对阵皇家社会。当年格列兹曼来到西班牙效力过的第一家俱乐部就是皇家社会，这也算有始有终吧。当然，主教练西蒙尼方面还是希望格列兹曼能够留队，至少到赛季结束，但最终的决定权在球员本人手中。格列兹曼的想法是能够在离开的时候带回一座奖杯给马德里竞技，所以如果球队在国王杯中被淘汰，可能会加速他的离队。3月3日，巴塞罗那主场对马德里竞技，这一场国王杯半决赛，首回合马竞已经是4-0领先，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吧。OK， 意甲国米方面拒绝了阿森纳和曼联对皮奥埃斯波西托的求购意向。现年20岁的皮奥德转身价是3500万欧元，本赛季代表国际米兰在各项赛事出场35次，14次首发，打进7个球，送出5个助攻。但是国际米兰的另一位前锋马库斯·图拉姆，今天来自著名记者斯基拉的消息，图拉姆不再是国米的非卖品，他很可能在今年夏天离开球队。本赛季至今，他已经奉献了12个进球、5个助攻的数据，但在最近出场的12场比赛中，图拉姆只打入1球。国际米兰在主席马洛塔的带领下，目前的情况非常好。今天欧足联官方宣布的文件列出了2025年税前盈利最多的10家欧洲俱乐部，
国际米兰盈利5000万欧元，排名第5，而拜仁慕尼黑盈利4300万欧元，位列第7。这个榜单上全年税前盈利最多的10家俱乐部依次为法甲的里尔、英超的水晶宫、意甲的亚特兰大、苏格兰的凯尔特人、意大利的国际米兰、葡萄牙的波尔图、德甲的拜仁慕尼黑、葡萄牙的本菲卡、荷兰的菲耶诺德和比利时的布鲁日。这其中里尔队、亚特兰大队、凯尔特人队还有拜仁慕尼黑和菲耶诺德、布鲁日，他们属于24年和25年都实现了税前盈利。南大王德甲的拜仁慕尼黑，一支会员制的俱乐部，能够在保持极强竞争力的前提下还能赚钱，真的是厉害。而水晶宫队赚了钱还在不断的卖主力，不补强，也难怪主教练格拉斯纳呀骂高层。好的，老 K 作为老国际米兰球迷啊，印象中第一次看到国际米兰上这个榜单，也许还真是第一次盈利。好，咱们再看一下欧足联公布的球队薪资支出榜。曼城的工资 5.57 亿欧元排名第1，巴塞罗那排名第2，随后是大巴黎、皇马、利物浦、切尔西、拜仁、曼联、阿森纳、热刺、阿斯顿维拉、纽卡、马德里竞技、多特蒙德、国际米兰、尤文图斯、勒沃库森、莱比锡红牛、诺丁汉森林和 AC 米兰。值得注意的是，巴塞罗那经过了那么久的降工资，竟然仍然那么高。想起梅西还在的时候，巴萨的工资支出达到 7.2 亿，还有大巴黎，姆巴佩在的时候工资支出7个亿。所以最近有巴塞罗那的球迷问老 K， 巴萨过去的财政漏洞到底是什么原因？老 K 反正个人觉得梅西的工资是个大头，这是最主要的。对了，昨天在欧冠淘汰赛附加赛，总比分5-2淘汰了国米的博德闪耀，他们引进首发的11人，仅仅花费了1350万欧元，其中有5人是免签，大部分是本土球员，所以今年世界杯挪威的实力不容小觑。而博德闪耀队本赛季的欧冠奖金那么高，应该不会主要花在引援上面。他们的球场是给银行贷款拿来的，现在可以直接还完全款了，毫无经济压力。而国际米兰虽然在欧冠出局，但本财年仍然将继续盈利，今年夏天也无需卖人筹资，本赛季的营收大概会是 4.7 亿欧元左右，比上赛季的 5.67 亿欧元相比是减少了约1亿，但同时俱乐部的开支也从上赛季的 4.82 亿减少到了 4.45 亿左右。同样的，主要和债券相关的财务费用也从3590万欧元降到了1500万欧元。那么马洛塔只要在国米一天，国米的日子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一天比一天欣欣向荣。所以今年夏天国际米兰如果要出售球员的话，那不会是因为财务，纯粹是因为机会的考虑。而说实在的，过去国米能够进2次欧冠决赛还是非常的运气，也是违反客观规律的事儿。像曼城、皇马、大巴黎他们去夺欧冠呀，是因为钱砸到位了，还有许多俱乐部砸了许多钱还没有摸到欧冠决赛的门槛。那么作为国米的管理层和球迷还是得冷静冷静，今年先老老实实回来赢个联赛冠军，送别一下老队员，也为主教练齐沃赢一些筹码，然后慢慢的换血，顺利度过重建期。管理层要认清客观事实，这挺好。像图拉姆、恰尔汗奥卢、弗拉泰西、邓弗里斯等等，还有阿切尔比、姆希塔良、达米安、索莫，甚至巴雷拉如果能换点钱也可以卖。今年夏天国际米兰的整个换血将是一个巨大的看点。另一方面，国米的邻居 AC 米兰已经开始全方位想说服老将莫德里奇续约。虽然莫德里奇的合同在本赛季结束后就会到期，合同中也有续约选项，但是这个加一的续约选项最终决定权在莫德里奇球员自己手中。目前 AC 米兰内部已经开启了一场全方位的说服行动，在日常生活中，无论是主教练、队友还是俱乐部管理层，只要见到莫德里奇就试图向他说明你现在对米兰，对我们 AC 米兰是多么多么的重要，未来1年你在 AC 米兰将继续扮演多么多么核心的角色。 AC 米兰非常非常希望至少能留莫德里奇，至少再多留1年吧。不仅仅是因为他的球场表现，还有莫德里奇在就能带领和帮助身边的不少年轻球员成长。所以为了下个赛季做准备，莫德里奇的留队行动已经作为战略目标已经正式开启，接下来的几个月大家必须要持续关注。好，最后皇马跟本菲卡的事还有些余波，但是咱们就不重点看了，毕竟有些审美疲劳。首先呢，就昨天的比赛中，有1名皇马球迷在看台上行了纳粹礼，被俱乐部立刻制裁。但现场的视频也显示，伯纳乌球场外有大批量的皇马球迷高唱着法西斯歌曲，
并且行了纳粹礼。纳粹礼啊，就是代表雅利安人至上，是一种反犹太人，是一种种族清洗的极端种族歧视意识形态。这要是在德国发生，不知道多大的事儿。但因为西班牙从来没有彻底清算过种族歧视，所以在西班牙不违法。而那名被拍到在看台上行纳粹礼的皇马球迷被当场驱逐，而且开除会籍。还有在皇马主场打本菲卡的比赛中，有一名本菲卡球迷在参观博物馆的时候，将手中的香蕉放在了维尼修斯的照片上进行摆拍，这也再次引起了广泛争议。当时在场的巴西球迷们目睹之后愤怒不已，第一时间就联系了安保人员。而另一方面，皇马球员何伊森侮辱华人事件已经在维基百科被收录，但他的个人账号到现在仍然没有发表道歉。好，本菲卡的主教练穆里尼奥，他在次回合没有去皇马提供的包厢，而是在大巴车上观看了比赛。大巴车就始终停在伯纳乌的停车场。关于穆里尼奥，我们多说一个事儿啊。12年前的2014年世界杯，当时穆里尼奥收到了一份1000万英镑的合同。合同方是希望穆里尼奥可以去世界杯当解说嘉宾，但是穆里尼奥拒绝了这份1000万的合同，选择了去非洲做慈善。在那1个月，穆里尼奥在非洲和当地的难民一起吃饭，同时他还多次公开表示要贡献更多去帮助非洲的难民，还呼吁过英足总应该把罚款都拿出来做慈善。而过去有一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世界粮食计划署，当时还是热刺主教练的穆里尼奥就是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宣传大使，可以说这里面也有他的一份功劳。当时的穆里尼奥还发文感谢了诺贝尔和平奖的肯定，所以穆里尼奥自己的收入很大一部分都是用来做慈善。当时英格兰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穆里尼奥也是带头做慈善。这位63岁的老人不仅是足球界的明星，他的许多方面都值得我们尊敬。在昨天2-1总比分3-1被淘汰后，穆里尼奥仍然保持着风度，在比赛结束后，他走下大巴给现场的球迷们签名，还和球迷们合影。这也让许多皇马球迷时隔16年再次见到了穆里尼奥。所以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那么沙特联赛在今天 C 罗的利雅得胜利客场5-0大胜纳杰马，他们在少赛一轮的情况下已经攀升到了积分榜的第2位，落后多赛一轮的基达国民仅仅1分，但是已经压过了本泽马加盟的利雅得新月，领先新月队3分。可不和谐的是，本场比赛 C 罗虽然首发出战，但第57分钟被换下。在被换下后，他脸上不满的情绪清晰可见。但其实当时比赛中C 罗被踩了一个脚面，所以为了保护他，主教练将他换下来是对的。换下来不久， C 罗在替补席上心情也好起来，也笑了出来。而昨天的欧冠淘汰赛附加赛，尤文图斯的小图拉姆，他在被换下后，转播镜头捕捉到他失声痛哭。当时第78分钟，他被换下场后极度沮丧，非常生气地踢着替补席周围的所有物品，一遍一遍地重复说道：我本该进球的，我本该进球的。后来在队友上前安抚情绪之后，他最终流下了热泪。而正是这场比赛，尤文图斯一度将总比分扳平，而加时赛却连丢2球，最终以5-7的总比分遗憾出局。小图拉姆有这样的血性，这样的荣辱心，不愧是将门虎子。一个球员只要始终保持这种心态，那一定能成大器。另外在意甲昨天亚特兰大4-1战胜多特蒙德的比赛中被多特球员本塞拜尼一脚踢中头的亚特兰大球员尼古拉科尔斯托维奇，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自己被踢伤的部位，可以看到他的额头已经肿胀，而且到处是血迹。但因为比赛最终赢下，所以最后他非常开心，还发布了几张和队友在一起的照片。他的实力也许一般，但在场上是绝对的努力。科尔斯托维奇最近是靠自己不断的努力，连续获得了首发，本场比赛也是拼命造了个点球。过去还有一场他进球后亲吻队徽，就凭这些球迷喜欢死他了。但看他被踢伤的头，老 K 个人觉得这应该是一张直红才对。这里是老 K 足球新闻，感谢您的评论、点赞、分享和热推，让我们明天再见。